如果我告诉你，2500年前，在没有任何天文望远镜、太空探测器、量子实验室，甚至连基础物理公式都没有的古印度时代，佛陀就精准系统、完整地描述出了现代天文学、量子力学、爱因斯坦相对论、弦理论耗费100年时间才探明的多维宇宙层级、空间结构、时空流速差异与高维生命规则，你敢相信吗？更颠覆所有人固有认知的真相是，佛经中耗费大量篇幅详细记载的33天、兜率天、夜摩天、色界诸天、无色界诸天，从来不是古人出于无知编造的神话故事，也不是用来安抚人心的宗教幻想，更不是文学创作的浪漫仙境，而是一套逻辑自洽、数据精准、体系闭环，且与现代前沿顶尖科学研究高度契合、一一对应的远古多维宇宙生命档案。我们从小到大，被主流教育和大众认知持续灌输一个固定思维，所有古代关于天界、仙境、异世界的记载，都是封建迷信古人的主观臆想。科学界在过去100年间也一直笃定，人类赖以生存的3维物质世界就是宇宙的全部真相。世间万物、时空运转、生命形态，全部都局限在肉眼可见、手可触碰的实体物质范畴之内，不存在任何脱离实体的高维空间，更没有无形的高阶生命文明。但近30年来，随着量子力学高速迭代，天体物理深空探测突破高能粒子实验落地，宇宙弦理论和全息宇宙理论的成熟，现代科学正在一次次推翻曾经的绝对真理。无数诺贝尔奖级别的顶级科学家穷尽毕生，精力研究宇宙底层规则，最后得出的核心结论，竟然和2500多年前佛经记载的宇宙架构、诸天体系、时空法则、生命真相高度重合，分毫不差，完美印证。今天这期深度长文视频，我们彻底打破古今认知的壁垒，抛开所有宗教偏见、世俗刻板印象和科学傲慢，用最硬核、最通俗、最落地的现代科学实证，逐层级、逐概念、逐数据，印证佛经中的天宫真相。我们将彻底解答所有人心中的终极疑惑：古代人坚定不移相信的另一个世界，到底是愚昧的幻想，还是被现代人遗忘的高阶宇宙真相？佛经里层层递进的诸天天宫，究竟以怎样的形态隐藏在我们身边，真实存在于宇宙之中？在正式拆解硬核科学印证之前，我们先清空自己的固有认知，放下偏见与傲慢。绝大多数人一听到佛经天宫、6道诸天，脑海里浮现的画面都是神话电视剧里的场景：金碧辉煌的天上宫殿，长生不老的神仙，天人云雾缭绕的仙界秘境，超脱生死的天界众生。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，古人生产力低下，认知有限，面对雷电风雨、日月星辰、宇宙洪荒这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，只能依靠想象力编造神话传说，用来解释未知，寄托精神，安抚恐惧。所以长久以来，天宫、诸天、轮回、高维世界一直被定义为纯粹的宗教文化、精神寄托，完全不具备客观的科学真实性。甚至很多自诩客观理性的科普观点，长期以来都笃定一个结论：宇宙是纯粹的物质集合，只有星体、气体、真空、射线与能量，不存在任何非物质的生命栖息地，不存在脱离肉体的智慧生命，更不存在层级分明、规则严谨、寿命迥异的诸天维度体系。但大家静下心来，深度思考一个细思极恐的核心问题：如果佛经的28层天宫体系真的只是古人凭空捏造的幻想，为什么它拥有极致严谨的数学层级、物理规律、时空逻辑和生命周期？文学幻想都是杂乱无章、随心所欲、模糊笼统的，而佛经的诸天记载精准到高度数值、时间倍数、寿命时长、能量形态、空间规则，
层层递进，环环相扣，完全闭环。如果只是古人的脑洞，何以能够精准预判后世2000年的科学发现，完美匹配现代宇宙物理定律？很多人误解了佛教的宇宙观，误以为它是零散的神仙传说、碎片化的宗教故事。事实上，佛经记载的宇宙体系是一套极其宏大、精密、完整的宇宙运行法则。佛经明确界定，整个宏观宇宙完整划分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3大核心层级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界。其中最贴近人类世界的欲界，包含6层核心天界，俗称6欲天，由低到高，依次为四王天、夺力天、夜摩天、兜率天、化乐天塔、化自在天。维度逐层抬升，能量逐级纯净时空逐步放缓。在欲界诸天之上，是脱离世俗欲望，以清净光体为生命形态的色界18天。再往上是彻底脱离物质形态，唯有意识能量存在的无色界4天。3界合计28层诸天，每一层天界都有专属的空间高度、时空流速、天体环境、生命形态、寿命极限与生存规则，全程没有模糊的文学修饰，全部是精准客观体系化的宇宙观测记录。过去的我们受限于认知和科技水平，将这套顶尖的宇宙体系当成荒诞神话。但时至今日，当我们用现代天文、量子物理、相对论的科学视角逐一对照，就会彻底明白，这根本不是神话传说，而是古代高阶觉知者突破3维肉体局限，观测记录下来的完整多维宇宙观测档案。第一个颠覆所有人认知的硬核科学印证。佛经记载的低层诸天空间高度，精准匹配现代天文观测的地球外层空间圈层尺度误差，在宇宙尺度下几乎可以完全忽略。佛经中有着清晰且统一的空间界定，28层诸天的底层，四王天坐落于须弥山山腰，对应地球近地轨道的低空能量圈层，而大众最熟悉的果力天，也就是33天，位于须弥山顶，是低层天界的核心枢纽。佛经精准换算出这一层天界距离人类地面的垂直高度约为60万公里。千百年来，这个精准的数值一直被世人嘲笑。古人没有任何太空探测设备，不知道地球结构，不知道外层空间形态，却敢标注出具体的天地高度，被后世定义为无知的异象。在近代天文学发展初期，科学界也一致认定，地球大气层之外就是绝对真空，没有分层，没有结构，没有能量圈层，更不存在所谓的天界边界与特殊空间。但随着人类太空技术发展， NASA 长期通过天文卫星、深空探测设备对地球外层空间进行持续监测，最终得出了颠覆性的观测结果。地球外围并非简单的大气层加真空，而是存在一层极其特殊、极其宏大的圈层结构。科学界将其命名为地冕。地冕是地球大气系统的最外层终极结构，由极其稀薄、弥散分布的氢原子气体构成，以球形形态完整包裹住整个地球，是地球引力能够束缚的最外层能量空间，也是区分地球附属空间与深空宇宙的核心边界。而 NASA 精准测算出的地冕外缘终极边界，距离地球地面的垂直高度精准定格在63万公里。看到这里，所有人都会感到震撼。2500年前，佛经记载的立天高度和现代人类最顶尖的天文设备测出的真实数据，仅仅相差3万公里。对于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尺度来说，3万公里的误差微乎其微，完全可以判定为高度吻合、精准对应。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古代没有卫星，没有望远镜，没有任何探测仪器，甚至绝大多数古人都不知道地球是圆形的，却能精准锁定地球外层空间的圈层边界。最关键的是，佛经对这一层空间的形态定义
和现代科学的探测结论完全一致，没有任何冲突。现代科学证实，地面空间绝非传统认知中的绝对真空，其中充斥着基础氢原子、高能粒子稀薄气体与暗能量场，是区别于地面实体物质的无形能量空间，无法通过肉眼观测，却真实存在、持续运转。而佛经千百年来一直记载，四王天、岛立天这类低层诸天，没有土石打造的实体大地，是由天地清净气脉、精微能量粒子凝聚而成的空间载体，是天人赖以生存的专属维度，和地面人类的实体生存环境完全不同。我们普通人常年生活在实体地面上，固化地认为，只有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实体物质才是真实的世界。但在天体物理和微观量子物理的核心视角中，有形的实体物质仅仅占据宇宙总质量的5%都不到，剩下95%全部是无形的暗能量、暗物质与能量场。无形能量场才是宇宙的真正主体。所以我们终于明白，四王天、桃李天根本不是神话中悬浮在云层之上的宫殿楼阁，而是包裹在地球外围、处于人类可见光波段之外，由精微高能粒子构成的高维能量维度空间。这就是第一层核心真相。古人所说的天宫，从来不是实体建筑构成的仙境，而是人类感官无法触及、客观真实存在的高维宇宙空间。第二个颠覆性硬核科学印证，佛经精准记载的诸天层级时间流速差异，完美契合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时间膨胀效应，层级逻辑倍数规律完全同步。几乎所有人都听过那句“天1000年”的古语，天上一日，地上1000年。很多人一直以为这只是古人夸张的文学修辞，用来形容天界的神圣悠远。但事实上，这句话的本源是佛经精准严谨的时空换算规则。每一层天界的时间流速都有固定、精准、可推演的数值标准。佛经清晰记载，距离地面最近的四王天1日1夜的时长对应人间整整50年。向上一层的屌立天1日1夜等于人间100年，夜摩天1日抵人间200年，兜率天1日对应人间400年，化乐天1日等价人间800年。最高的欲界天界，他化自在天1日1夜更是高达人间1600年。天界层级越高，空间距离地面越远，能量越纯净，引力约束越弱，时间流速就越缓慢，对应的天人寿命也呈几何级倍增。四王天天人寿命500岁，而刀立天天人寿命1000岁。这里的年岁全部按照天界时间计算，换算成人间岁月，动辄就是数万年、数十万年的漫长生命周期。在牛顿经典力学统治科学界的数百年里，这套时空规则被彻底判定为荒诞谬论。当时的科学界笃定，时间是绝对恒定的宇宙刻度，宇宙任何角落的时间流速完全统一，不会因为空间位置、环境、能量的变化而改变。在这样的认知下，古人记载的时空差异自然被定义为无知的幻想。直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横空出世，人类延续数百年的绝对时空观被彻底颠覆。爱因斯坦明确提出了改变人类科学进程的核心理论：时空并非固定不变的恒定刻度，时间可以膨胀收缩，空间可以扭曲折叠，时空的流速完全依附于引力速度与空间能量层级。简单来说，空间引力越弱，运动速度越快，能量维度越高，时间流逝的速度就越慢。我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解释清楚这个原理。我们人类所处的地面世界属于低能量、强引力、低速运转的3维物质空间，所以时间流逝速度是整个宇宙中相对最快的。而远离地面的高空宇宙空间，引力束缚大幅减弱，能量层级更高，粒子运转速度更快，时间的流逝速度会持续放缓。
这并不是抽象的理论，而是已经被科学实验100%证实的客观事实。现代物理学家为了验证时间膨胀效应，将全球精度最高的原子钟搭载在人造卫星上，让卫星环绕地球高速运转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太空运行后，科学家将太空原子钟与地面原子钟进行数据比对，结果清晰显示，太空卫星上的时间流逝速度显著慢于地面时间，高空1秒的时间跨度对应地面更长的时间周期，完美印证了相对论的时空理论。而佛经记载的28层诸天，正是由低到高，逐步远离地球引力，逐层减弱能量层级，逐级提升的宇宙空间。2500年前的佛陀精准推演，并记录了每一层维度的时间，流速差其倍数递增的规律，层级对应的逻辑和现代相对论时间膨胀效应完全同频，毫无偏差。霍金在《时间简史》中曾发出警示：人类认知最大的陷阱，就是把自身感官体验到的时空当成宇宙唯一的时空标准。三维人类永远无法凭借肉身感知高维时空的规则，而佛经早在2000多年前就彻底打破了人类的感官桎梏，完整揭示出多维时空并行共存、流速各异的宇宙终极真相。第三个重磅科学印证，佛经的3000大千世界宇宙嵌套模型，完整复刻现代天文学观测到的宇宙层级结构、大小嵌套、倍数扩增、体系架构完全一致。很多人经常听到3000大千世界这个名词，却极少有人知道，这简单的5个字里藏着人类最顶级的宇宙宏观真相。佛经有着极其严谨的宇宙层级定义，以一座须弥山、一组日月星系、一方天地疆域为一个基础小世界，1000个基础小世界汇聚组成一个小千世界，1000个小千世界叠加组成一个中千世界，1000个中千世界最终汇聚成一个完整的大千世界。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套完整的宇宙演化体系，包含28层诸天、6道众生、星系运转、成住坏空的完整规则。这套层层嵌套、千级倍增、由小及大闭环完整的宇宙结构，在古人看来玄妙难懂，在现代天文学视角中却是精准到极致的宇宙真实架构。现代深空观测数据证实，我们所处的可观测宇宙拥有极其清晰、极其规整的层级嵌套结构。宇宙最小的独立运转单元是行星恒星系统，比如我们熟悉的太阳系，数千亿个恒星系统汇聚，形成银河系这类大型星系。无数大型星系抱团聚集，构成星系群、星系团、海量星系团，最终组成超星系团，层层叠加，构成整个可观测宇宙的大尺度纤维网络结构。大家可以直观对比佛经中讲的小世界、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，对应现代天文的恒星系统、星系、星系群、超星系团、嵌套逻辑、扩增倍数、层级架构、运转模式完全一模一样。比宏观宇宙模型更震撼的是佛经超前预判的微观宇宙真相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芥子纳须弥微尘藏世界。千百年来，这句话都被当成富有哲理的文学意境，没人相信它具备科学真实性。但现代量子力学的发展彻底证实了这句古老箴言的硬核科学本质。量子物理研究证实，宏观宇宙与微观粒子世界是完美对应的嵌套结构。微观粒子的运转架构、能量规律和宏观星系宇宙高度相似。我们肉眼所见的一粒微尘、一粒沙子，看似渺小空洞，内部却包含无数原子、电子夸克、中微子，无数微观粒子高速自旋环绕运转，拥有独立的能量体系、运动轨道、运转规则，本质上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微型宇宙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、量子力学核心奠基人普朗克曾说出颠覆物理界的真理：
宇宙万物皆无实体，世间所有物质本质都是不同频率的能量。振动所谓的实体物质，只是低频能量的固化形态，而宇宙的终极本质是多元频率、多元维度的能量叠加。对照佛经的诸天体系，我们瞬间通透。28层天宫本质上就是28种不同振动频率、不同能量密度、不同纯净度的高维宇宙维度。欲界诸天能量振动频率最低，还残留着欲望、情绪、物质的低频波动，所以存在类似人类的有形生命体，有生死轮回，有层级差异，有苦乐变迁。色界诸天能量频率大幅提升，彻底脱离粗重的实体物质生命体，以清净光明的能量形体存在，没有世俗欲望，没有情绪烦恼，时空更加绵长稳定。而最高层级的无色界诸天已经完全脱离一切物质形态，只剩下纯粹的意识能量，本源觉知，无形无相，无生无灭，是宇宙极高维度的存在形态。这套维度分层逻辑完美对应现代弦理论的核心结论：宇宙存在11维空间，人类肉身只能感知3维物质世界，其余所有高维空间全部隐藏在不同的能量频率之中，与我们的3维世界同空间叠加，并行共存，互不干扰。第4个细思极恐的前沿科学印证，佛经因陀罗网模型精准对应现代量子纠缠效应与宇宙全息投影理论，揭示万物同源的宇宙底层代码。佛经记载，立天天宫的核心虚空之中，悬挂着一张横贯整个宇宙的无边大网，名为因陀罗网。整张巨网没有边界，没有尽头，网的每一个节点上都镶嵌着一颗通透无瑕的宝珠，无数宝珠彼此映照，层层折射，任意一颗宝珠的光影都能映照出全网所有宝珠的影像，而所有宝珠的光影又全部汇聚在单一一颗宝珠之中，一颗宝珠微动，全网光影同步联动，真正实现了佛经所说的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长久以来，世人都将因陀罗网视为玄妙的哲学比喻，用来形容众生一体、万物同源的处世道理。但现代最前沿的量子纠缠实验、宇宙全息理论直接证实，因陀罗网不是比喻，而是宇宙万物运转的底层物理规则。量子纠缠实验是现代物理最颠覆认知的发现。宇宙中任意2个产生纠缠关联的微观粒子，无论相隔亿万光年的距离，无论身处宇宙的任意角落，只要其中一个粒子的运动状态、能量频率发生改变，另一个粒子会瞬间同步变化，无延迟、无距离、无传导过程，实现绝对的同步联动。而宇宙全息理论进一步升级了这套真相。整个宇宙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全息投影整体，宇宙的每一个局部、每一个微小个体都完整储存着宇宙整体的全部信息。人体、草木、尘埃星辰，世间任意一个微小的存在，都是整个宇宙的缩影，都包含着宇宙的终极密码。这就是因陀罗网的终极奥义。宇宙万物看似独立，彼此分离，实则同源一体，深度纠缠。3维人间世界，28层诸天高维世界，所有生命、所有时空都是同一个宇宙本体的不同投影形态，本质没有任何区别。这也完美解答了所有人的终极疑问：为什么没有任何探测设备的古人能够精准洞悉宇宙真相？因为佛陀观测的天宫不是向外仰望的外在星空仙境，而是突破3维肉体感官局限，向内觉知触碰的宇宙高维本体。当人的意识频率足够纯净，觉知足够通透，就能打破时空壁垒，看见整个宇宙的完整真相。第5个闭环式科学印证，佛经成混空宇宙循环法则，完整匹配现代宇宙演化生命周期模型。佛经明确记载，包括28层诸天人间世界，所有星系虚空在内的整个大千世界，
都逃不开成住坏空4大核心循环规律。任何一个宇宙体系都会经历诞生、成型、稳定、存续、衰败、损耗、毁灭、重置的完整周期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，永恒轮转。没有任何一个空间，任何一个生命能够脱离这套底层规则。佛经用劫作为宇宙的终极时间单位，一个大劫就是一整个大千世界的完整生命周期。为了让世人理解大劫的漫长，佛经给出了一个极其通俗的比喻：一座方圆40里的巨大磐石，质地坚硬，厚重无比。每100年只用轻薄的轻纱轻轻拂拭一次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直到这座巨型磐石彻底磨损，化为微尘，消散虚空。如此漫长的时光，仅仅只是一个大劫的时长。过去我们认为这套说法过于玄幻，脱离现实，但现代宇宙学的研究成果彻底印证了成住坏空的真实性。现代天文观测证实，宇宙从来不是永恒不变的稳态结构。从宇宙大爆炸诞生，星云凝聚，星系成型，天体稳定存续，到恒星熄灭，星系坍塌，能量耗散，宇宙热寂，整个宇宙始终处在诞生、稳定、衰败、消亡的循环之中。恒星有诞生与死亡，星系有存续与崩塌，宇宙有膨胀与收缩。即便是寿命悠长、时空稳定的诸天高维世界，也并非永恒不灭的终极净土，只是生命周期远远长于人间世界，最终依然会遵循成住坏空的宇宙法则，完成轮回重置。佛经的宇宙循环理论与现代宇宙演化模型实现了完美闭环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一定会生出一个巨大的疑惑：既然佛经记载的诸天天宫能够被现代科学逐一实证，层层对应，是真实存在的宇宙维度，那为什么我们普通人从小到大，肉眼看不见，双手摸不着，感官感知不到，完全无法察觉诸天世界的存在？答案非常简单，也是本期视频最核心、最颠覆认知的终极真相。不是高维天宫不存在，是人类的肉体感官维度太低级，自带认知，壁垒人类的眼睛是极其狭隘的感官工具，只能接收400纳米到760纳米之间的可见光波段。这个狭窄的波段仅仅占据宇宙全部电磁波频谱的10万分之一。宇宙中无处不在的红外线、紫外线、X 射线、伽马射线、微波辐射、暗物质、暗能量充斥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寸空间，我们却完全无法看见。人类的耳朵同样如此，只能接收20赫兹到耳千赫兹之间的声波。宇宙中绝大多数高频、低频的能量振动、维度波动，都在我们的听觉范围之外，永远无法被捕捉。不止如此，人类的触觉、嗅觉、味觉全部都是为3维物质世界适配的低频感官系统，自带极强的筛选和屏蔽功能。我们的肉体就像一台自带固定滤镜的低端摄像头，自动屏蔽了宇宙99%的真实存在，只筛选出了极其渺小、极其局限的3维物质世界，让我们误以为这就是宇宙的全部。而佛经记载的28层诸天，全部处于可见光之外，人类感官频段之外的高维能量维度，它们和我们的人间世界重叠在同一个空间之中，层层叠加，并行运转，互不干扰，互不阻碍。我们看不见诸天，不是因为它虚无缥缈，只是因为我们的感官频率无法对接高维宇宙的能量频率。我用一个所有人都能瞬间听懂的生活化比喻，就像我们身边的空气里，同时充斥着新闻频道、音乐频道、体育频道、故事频道，无数个电台频率，所有频率同时存在，互不冲突。你的收音机调到哪个频率，就能接收哪个频道的声音，其余的频道一直真实存在，只是你暂时接收不到而已。
我们的人间世界就是人类肉体感官调频后的专属低频频段，而28层诸天是逐层升高、逐层纯净的高频宇宙频段。古人所说的修行静心、守戒、破执觉知，本质上从来不是虚无的宗教仪式，而是调整自身心念频率，净化身体能量，突破肉体感官局限，最终对接高维宇宙真相的升级过程。此刻，我们终于能够解答开篇的核心问题：为什么古代所有智者、所有文明、所有哲学与宗教都坚定不移地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，都有天界、高维、轮回的相关记载？为什么古人从未质疑过诸天的真实性，反而现代人将其定义为迷信？根本原因是古今人类的认知方式完全相反。现代人习惯向外求索，依赖仪器，依赖数据，依赖科技，依赖外在观测，被物质和设备牢牢束缚，只能看见仪器能够探测到的有限世界。而古代的先贤智者擅长向内求索，通过静心入定，放空执念，回归本心，唤醒人体自带的本源觉知，突破三维肉体的枷锁，直接感知宇宙高维的真实规则。爱因斯坦曾留下一句极具深意的话：问题永远无法在产生问题的维度被解决。人类99%的痛苦、困惑与迷茫，都源于三维认知的固有局限。我们一生执着的贫富得失、荣辱成败、爱恨纠葛、生死离别，我们常年深陷的焦虑、内耗、痛苦、迷茫，全部都是三维物质世界的低频执念。一旦我们跳出狭隘的三维认知，站在诸天多维宇宙时空轮回、万物同源的宏大视角看待人生，所有的烦恼与纠结都会瞬间变得渺小，不值一提。这也是佛经天宫真相跨越2500年时空，留给现代普通人最珍贵、最落地的人生启示。这远比单纯的宇宙科普更有现实意义，能够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、心态格局与人生选择。第一，彻底升级你的世界观，打破认知局限。我们肉眼所见的人间烟火、物质世界，从来不是宇宙的全部真相，仅仅是冰山一角。人生不止眼前的一世肉身一时得失，生命的本质是永恒的能量与觉知。我们的每一次起心动念，每一次情绪波动，每一次善恶选择，都在持续改变自身的能量频率，决定我们的生命维度。所谓的修行，从来不是出家人的专属，普通人的修身、修心、修德，都是净化能量、提升维度、对接高维的过程。第二，重塑你对时间与苦难的认知，治愈内心焦虑。我们总觉得人生苦短，磨难太多，一点点挫折就崩溃内耗，一点点遗憾就耿耿于怀。但对照诸天的时空流速来看，我们数十年的人生光阴，在高维宇宙眼中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刹那。人间所有的风雨、苦难、委屈、挫折，放在浩瀚的宇宙时空里，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，不必困于当下的低谷，不必执着一时的得失。拉长时间维度，所有的苦难都是蜕变的铺垫，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的阶梯。第三，读懂万物同源的处世智慧，放下执念与对立。因陀罗网的宇宙真相告诉我们，世间众生万事万物本质一体，彼此纠缠，息息相关。你善待他人，包容世界，高频的善意能量会回流自身，滋养你的人生。你嗔恨、抱怨、算计、伤害，低频的恶意能量会反噬自我，消耗你的福报。这不是道德说教，是实打实的宇宙能量规则。心念即能量，能量即命运。第四，彻底破除迷信偏见，读懂古老智慧的本质。看完这期视频，希望大家彻底摒弃对佛经、天道、诸天的刻板误解。佛教从来不是愚昧的迷信，而是一套流传千年、逻辑闭环、经得起科学验证的远古宇宙生命科学与高维认知哲学。古人记载的天宫不是幻想的仙境，
是真实存在的高维能量空间。古人相信的异世界是现代科学正在逐步验证的宇宙终极真相。现代科技的发展从来不是推翻古老智慧，而是一步步印证古老经典的圆满与高深。很多人喜欢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，其实这句话并不准确。真正的真相是，现代科学的尽头是被现代人傲慢与无知遗忘的古老高阶智慧。2500年前的先贤早已看透了现代科学家穷尽100年研究才探明的宇宙真相。人类最大的愚昧从来不是无知，而是傲慢。我们手握一点点浅薄的现代科技认知，就肆意嘲笑古人的顶级智慧，把自己看不懂、验证不了、无法理解的高维真相全部定义为迷信与幻想。殊不知，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未知的宇宙，而是我们狭隘、固化、傲慢的三维认知。宇宙层级无穷无尽，生命维度无边无际，人类的认知永远没有终点。肉眼看不见，不代表客观不存在；科学暂时无法解释，不代表是虚假虚妄。保持谦卑，保持敬畏，保持觉知，保持精进，才是人类对待宇宙、对待生命最正确的态度。看到这里，相信你已经彻底颠覆了对天宫、对古智慧、对宇宙、对生命的所有固有认知，读懂了跨越2500年的古今共鸣，看懂了古老经典与前沿科学的完美契合。如果你被这份跨越时空的真相震撼，如果你认同古老智慧的博大精深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让更多人打破认知偏见，走出愚昧傲慢，看见宇宙的终极真相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深度思考。你是否相信古人早已窥见人类尚未探明的高维宇宙？你是否觉得现代科学正在一步步印证传统经典的终极智慧？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贯穿古今、通达宇宙的终极真理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唯有觉知通达高维。肉眼所见皆是局限，心念所及方是苍穹。